杀！反应！喜欢之，今日可是我们大喜之日啊！我娄家到底做出了什么让你主我满门？娄望言通敌叛国，证据确凿，建筑娄氏所有男丁女眷发配为军妓，犒劳边关10万战士。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！娄凡一，认命吧！这不是真的！你明知道我爹不会那样，你明明知道。是真是假，圣上自会判断。娄望言当初毒杀我父王，奸杀我母妃，可曾想过今日这是报应？是你故意构陷我娄家，我为什么会爱上你这样一个？为什么会爱上你这样一个白眼狼？怀之哥哥念及12年的情分与你成婚，让你没有成为军妓，姐姐不敢待得就罢了，怎可口出狂言？这些时日辛苦你了，小弟。你在龙府为我取得娄太傅叛国的证据，能为圣上与怀之哥哥分忧，小弟不苦。方小蝶，我乃兵部尚书嫡女，特奉圣上与王爷之命，前来搜集你娄家叛国罪证。你们故意接近我，设计我娄家，爱我是假的，求娶是假的，灭我娄家才是真的。王妃，你已经3天没进食了，多少吃点吧。拜托你去把王爷请来，我有很多话想同他说，就请他念及这13年的情分。拜托了，连翘。王妃莫哭，奴婢这就去拜见王爷试试。王爷，王妃已经3天未进食了。3天，好得很。告诉他，从今天开始，他一顿不吃，我就杀娄家女眷1人。我看是他嘴硬，还是娄家的命硬？是。什么？王妃！娄凡一，你好得很啊！你们滚出去！是。就那么想同你全族团聚吗？你娄家那些女眷，你舍得抛弃吗？你远在西域的小妹也不要了是吗？将我喊来是为了让你上吊是吗？是啊，我都不要了，连同你一起我都不要了。今日我小看你了，所以不进食是假，上吊也是假，引我进来杀我是真。是，今天就是要杀了你，我要看看你的心到底有多黑。程木，王爷，你怎么受伤了？王妃行刺本王，把王妃拖进黑牢，好吃好喝招待着。毕竟7日之后，王妃还得来出席本王迎娶侧妃的婚礼。是。王妃这是何苦呢？今晚真又要娶妻了吗？是方小蝶是吗？是，我就知道。老师，请您将茵茵嫁给我，我发誓对茵茵好，永不负她。哎呀，谢大哥，我姐这么凶你也敢娶她呀？佩服。哈哈。连翘，你知道这世间最假的是什么吗？奴婢不知。是呀，小孩子，当初你许诺过要跟我一生一世一生情，可这不看你就又要娶其他女。小孩子，在你心里只怕从未爱过我罢了。行礼开始，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请茶。姐姐请喝茶。哎呀，姐姐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今日是我与王爷大婚之日，你一定要弄得王爷没脸吗？是你自己把茶杯弄掉的。哼，姐姐，你可别冤枉我，这位宾客可都看着。罗凡一，你真是给脸不要啊！程木，把逼供犯人的辣椒水拿来，言语不干净，本王亲自给他清洗清洗。王爷，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，您这么做……闭嘴！本王做事还要你管吗？拿来。是。
王爷，今日毕竟是你我二人成婚，姐姐可能只是觉得茶水太烫了。茶水太烫，你拿得起来，他就拿不起来。小蝶啊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配得到你的善良，知道吗？谢怀之，你最好是一剑将我杀了，就像你杀我族人那样，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杀了你。王妃，你记住，你这个王妃我随时可以撤下，别在小蝶面前端着什么王妃的架子，你也看自己配不配。王爷，滚下去！是。疼吗？啊？我忘记你不能说话了。没事，今日大喜，不说话也可以。别哭了。你之前不是很期待我这样对你吗？装什么？你放手！小海之！放手！你这副浪荡的身体舍得？白芝哥哥，等了这么久，我终于嫁给你了。娘娘，白芝，你冒冒失失干什么？奴婢刚刚看到什么了？看到王爷往王法医的屋子里去了。你说什么？娘娘，王爷下令，任何人都不能入内。连翘姑娘，我听闻王爷今晚喝的有些多，我担心王爷身子，特意前来看看。谢怀之，那我就不打扰王爷休息了。茵茵刚刚真是热情啊！我恨你。茵茵刚刚在我身下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得清楚一点，你是我的女人，这是你的义务。谢怀之，终有一天你会后悔留了我一命。恨吧，依依，你能恨，证明你心里还有我。那个贱人，娘娘新婚之夜也要勾着王爷。刘凡一，你这个贱人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不得好死！娘，好了好了，娘，我要当年你给老王爷用的药，我要娄凡英这个贱女人死！好了好了，不生气。今日毕竟是你归宁之日，区区一个娄氏孤女，怎么和你相提并论？我只要想到我的新婚之夜被他毁了，我就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哼，好。我这里用雷客官，您来一碗。这是我特意从家中为姐姐带来的茶叶，千金难求，你可要好好尝一尝。方小蝶，我敢喝你的茶吗？姐姐可别蹬鼻子上脸，这就没意思。白芷，既然姐姐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咱们可得好好让她喝下去。你们干什么？你就不怕我跟谢怀之说吗？我的王妃姐姐，你可别忘了，你与王爷之间可是隔着血海深仇。你觉得他是信你呢，还是我？明天王府有个宴会，你与本王一同出席。我现在的嗓音开口，怕是要丢了王爷的脸面。你觉得我是在问你的意见吗？王爷自然是不会问。您向来是强势的不准人忤逆，让人心生恶寒。王爷该去方侧妃那儿了。方侧妃床上的表现实在太无趣了，可远不及你这个正妃在床上的放荡。谢怀之，你非要这么羞辱我是吗？我不是青楼妓子。没错，你不是青楼的妓子，你连那些妓子都比不上。毕竟你现在是有名的叛贼之女。你胡说！我父亲是太傅，我家世代忠良，你污蔑我父亲。
那又怎样，罗凡英？你最好乖乖听话，要不然我立刻让你龙家所有女眷死无葬身之地。王爷，听闻王妃在闺阁时期曾凭一手霓裳羽衣舞冠绝京城啊！今日下官斗胆想一睹王妃风姿，恳请恩准。沈大人好大的官威呀，竟敢让王妃献舞，这样的大不敬，是想让王爷将你就地斩杀吗？本王也许久未见王妃的舞姿了，今日设宴为的就是宾主尽欢。王妃，你准备一下献舞吧。王爷不可，王妃乃太傅之女，您现在让她如继子一般献舞，这和杀了她有什么区别？林翘，你是在教本王做事吗？自己下去领编舞师。你聋了？本王让你跳舞，同样的话，本王不想重复2遍。王爷息怒，今日毕竟是宴会，姐姐拉不下这个面子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龙凡一，好，我去换衣服。如果我跳了，你能不能放过连翘？那看你表现。哼，承诺是假的，誓言是假的，海誓山盟也是假的。好看。那什么是真的？是你，只有恨是真的。哎呀，姐姐的舞衣这么破了，身体都露出来了。王妃当心。多谢。王爷。留下谁的脚印，不只是贪念的勇气。你做什么？让我跳舞的可是你！我让你露出身体了吗？啊！告诉你，你从里到外只能是我谢怀之的人。哟，这不是姐姐吗？滚开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平日里叫你一声姐姐，还真把自己当成王妃了。哎呀，姐姐的肩膀是受伤了吗？怎么都渗出血迹了？这样吧，我找几个大夫好好给你检查检查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救命啊！住手！你做什么？你却辱我、恨我、欺我。就这样吧，我要去找我爹娘。王爷，所幸王妃这一次离新房还差几寸，不然就算是大罗金仙来，也救不了王妃。这个贱人命竟然这么硬，这样都不死。有劳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说说吧，今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？怀之哥哥，今晚我见月色正好，想出来消消食，无意中走到柴房，听见里面有响动，我就跟了过去。未曾想到，王爷，刚刚我已将那4名犯人逼供，他们都说是王妃写信让他们前来的。是他的自荐，好，好得很。为什么？阎王爷为什么还不把我收走？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你以为你这样做了就能自证清白了吗？你说什么？那4个大汉已经招供了，说是你写信约他们来王府相会。姐姐，这样做可是死罪呀！是方小蝶与那4人将我拖入柴房，想将我凌辱。看看这个，我认不出你的字迹，马路翻译。这肯定不是我的字迹，我没有写过那种东西，肯定是方小蝶模仿我的字迹。够了，到现在这个地步了，还倒打一耙。程木，属下在。既然王妃这么喜欢和下人们打成一片，从明天开始，王妃就此见机，与下人们一同吃猪。是。楼凡英，我说过了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王妃吗？这样的粗活你也受得了吗？说什么呢？咱们王妃可是一女御三男的狠角色呢！停！你们还喊什么王妃？她现在跟咱们一样，都是贱婢了。王妃，我来帮你洗吧。哟，连翘，你可真够红心的，前任主子的事儿也跟着一并做了。白芷，
你不说话会死吗？你够了，吵什么吵？楼姐姐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叫你呢？楼妓女、楼贱人？哦不，我还是叫你楼奴吧。冯小蝶，你莫欺人太甚，你做了什么，你心里清楚。你现在是在顶撞我吗？白芷，奴婢在。楼奴的嘴巴太不干净了，给我好好清理一下。是，娘娘。做什么？放手！贱人，这就是你顶撞我的下场。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不是冠绝京城吗？现在在我面前，不过也就像一条又脏又臭的狗一样。像一条狗。方小蝶又像什么？谢怀志碰都不碰一下的侧妃吗？再说一遍。怎么，侧妃娘娘耳朵不好使了？你帮谢怀志做我楼家眼线，灭我楼家，在我谢怀志碰都没碰你一下，这就得意了？哼，至少我爹娘健在，我族人安好，不像你罪臣之女，一个下贱奴婢怎能同我相比？若不是你与谢怀志，我楼家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我杀了你！怀志哥哥，我本来只是想来看看姐姐，谁知道她跟发了疯一样，还说你活该被她戴绿帽子，我就同她争论，她现在像发狂一般。王爷，娘娘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们县城门王妃的。住口！别抢，本王是不是太纵容你了？现在越发得寸进尺了。奴婢不敢。程木，守在这里，等他醒来，在小蝶门口跪够12个时辰，不准给他吃屎。是。王妃，我不是王妃了。其实您只要给王爷服个软，王爷他不会这样的。服软？我和他中间隔着血海滔天的深仇，你让我怎么服软？其实王爷他……别说了，程木。今日局面已是死局，说再多亦是无用。哼，小蝶，过来为本王斟酒。怀志哥哥，还是让楼姐姐进来吧，她本来就受伤了。管他做事。她毕竟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。哼，楼望言的女儿，她也配。怀志哥哥默契啦，小蝶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还好本王身边有你。你是正妻又如何？现在还不是任我拿你。楼怀音，我看你能在我手下忍到几时？王爷不好了，王妃晕倒了。爹，娘亲，小弟，我想你们。罗怀音，在仇恨里长大的我是什么心情？你稍微明白了一点吗？谢怀志，谢怀志，我恨你。恨吧，恨总比爱好。你干什么？哟，还真当你自己是王妃呢？也不看看什么时候了还睡，起来去洗宫斗和茅房去。洗这些的另有其人。哼，王妃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今天的手受伤了，其他姐妹也有其他的事情要做，只能你来了。不懂你还在坚持什么？谁？你是何人？你想从这儿出去吗，罗凡姨？我是说离开王府。休要说这些混账话！你到底是何人？你撒谎！你撒谎！
你甘愿一辈子困在这囚笼里吗，罗凡英？对方可是诛杀你全族的刽子手。这是我自己的事。你，我先走了。我说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，我会再来看你的。哭什么？没什么。唉，奴婢怎能与王爷同坐？罗凡印，我留你一命，你该感恩戴德才是。感恩戴德？凭什么？哼！你身上是什么味道这么臭？奴婢今天打扫了3个时辰的茅房，身上当然是这个味道。谁让你去打扫茅房的？不是王爷你吗？赐我剑籍，让我与下人同住，打扫茅房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哼！牙尖嘴利，算起来，本王已经好久没有宠幸过你。你想干什么？谢怀之，你放开我！你要将我带去哪里？给我洗干净你身上的味道！干什么？这么脏，洗！我就是脏了，谢怀之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一女御司男的女人。闭嘴！我允许你说这件事了吗？我说不说，你也在王府传遍了。我劝你，还是去陪你的小蝶妹妹，她可是奢求你的宠爱很久。哼，在我玩腻你之前，你再怎么脏，我也忍得了。白芷，王爷到哪儿了？今儿我要让他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女人。娘娘，王爷他……王爷怎么了？王爷他未曾朝咱们这边过来。你说什么？刚刚我打听到，王爷把罗凡爷那个贱人拉到御房里面去，他们……你这个不中用的奴婢！我让你去请个王爷都请不来，我还要你做甚？楼凡音，楼凡音，楼凡音那个贱人！来，要不还是让楼姐姐坐下，同我们一道吃吧。小蝶，你忘了吗？下人不能同我们一桌。可姐姐这样站着，我心里总不是滋味。管他作甚，你过来，给我们布菜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前些时日沈将军送了王爷一只从西域来的小兽，我看着挺可爱的，就是有点凶。我让下人把它圈养在外面的马场，王爷要去看看吗？好啊，你跟我们一起去。是。王爷，你看这小兽是不是挺可爱的？我很想养它，但它好像不认我。我来试试。啊，王爷，你还记得吗？楼姐姐当年府上也有一条这般大的小兽，是楼姐姐亲自驯服的。对啊，我都忘了。你且试试，把它驯服，然后交给小蝶。那小兽是我大哥给我驯服，见怒不讳，还请王爷恕罪。你是在违背本王的意思吗？啊？不敢。不敢就给我上去驯服它！楼姐姐，我可就等着你帮我驯服这只小兽了耶！你还傻站着干什么？上去！我不敢。王爷，干脆我来说服这只兽吧。怎么，你也对他有意思了？程墨，卑职不敢。不可！王妃手上的伤势很重，短时间内不能提重物和碰水，记得每日给王妃擦这瓶药。好，谢谢大人。怀之哥哥，小蝶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楼姐姐是驯兽高手，才会说那番话。
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不怪你。我对不起楼姐姐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我听话。楼凡叶，你刚刚宁肯被一头野兽啃噬，也不要开口求我一声吗？哼，好极了，我倒是要看看你的骨头能硬到几时。王妃，奴婢给您擦药。让他留着吧。不可，若是不擦药，您的右手几乎什么都做不了了。那不是更好吗？如果方小蝶知道我手上的伤还能好，指不定还有什么阴招等着我呢。可是，就这样子吧。连翘，谢谢你。哟，看看我们这身体娇弱的王妃，连个扫帚都捏不动了。你们快别这么说，王妃在男人榻上才是最身娇体弱的时候。这。去将这些换洗干净，娘娘还等着穿呢。你干什么？你们可都看到了，我可什么都没有做。王妃，王妃，你怎么了？哼。楼凡音，蛊虫在你身体里舞动的滋味好受吗？哎，你听说了吗？王妃，不是楼奴，好像有什么羊癫症。是吗？未曾听到这一说。前2日，他打扫院子的时候，突然倒在地上，口吐白沫，一直抽动。好恶心啊！小蝶，我去宫中请太医，给你看看病吧。怀之哥哥，我只是染了风寒，休息1、2日便会好。你呀，总是这个样子。总之，什么事都自己承担。怀之哥哥事务繁忙，小蝶要多懂事一点才行。娘，小蝶，小蝶，王爷，求求你救救娘娘吧！娘娘近日身体不舒服，一直在咳血。为了不耽误您公务，就让奴婢瞒着不说呀，王爷。承蒙，是，立刻，快拿着我的玉牌去宫里，请周太医为侧妃看病，快！好。周太医，有劳了。侧妃这病着实难办，实在难办呐。有什么太医尽管说便是了，反正各种奇珍药物，太医尽管使用。王爷可否听说过血魅？你说的可是那种苗疆奇毒？不错，苗疆奇毒血魅，1日成毒，2日溶血，3日锁心，7日命散。所以，如果老夫没诊错的话，侧妃现在正好是第3日锁心之日呢。娘娘，究竟是什么人要给你下毒啊，娘娘啊！太医，可有医治之法？有是有，不过所需药物太多太杂。太医但说无妨，需要天山雪莲7朵，幽冥花瓣77瓣，天山麋鹿鹿角7个，再加上7月7日出生的少女心头血，每日7滴，让侧妃连合3日方可解毒。天山雪莲、幽冥花瓣，还有这鹿角腐竹都有。不过这7月初7生成的女子，程默，王爷，去把楼凡音速速带来。王爷，人物给您带来了。王爷把奴婢带来这儿，是有什么吩咐吗？周太医，哎，这位就是我说的7月初7生辰的女子。你在说什么呀？王爷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拖得越久，侧妃娘娘就越危险。好，劳烦周太医了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，我先走了。肯定是你下毒害了娘娘。娘娘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有这样害的？什么下毒？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这几日都是你为娘子换洗，也是你经手打扫娘娘的房间，连每日熏香都是你。你有太多下毒的机会。为什么又是你？你到底有多恨方小蝶啊？我没有，是方小蝶和白芷还敢狡辩？向来如此，从不信我。程默，把本王的匕首拿来，本王亲自取他的心头血。王爷动手吧，再拖下去，方小蝶就没救。王爷，我先去给侧妃娘娘配其他的药去了。那去吧，有劳了。站住！本王让你走。心头血王爷已经取了，还有什么需要奴婢做的吗？你还没有跟本王说清楚下毒一事。还要我说什么呀，谢怀志？质问我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已经认定这毒是我下的了。哼，说不说清楚，又有什么干系？到现在这个地步还这么伶牙俐齿，你就这么恨小蝶吗？啊？是，我恨他，我恨不得他立刻死在我面前，以捍卫我娄家族人。还有你，谢怀志，你也一样。但我更恨的是我自己，是我识人不清，是我爱错了人，是我误把豺狼当姐妹，是我娄家造成今日之局面，却是因我而起。娄凡一，你今日所读所感，皆是过往数年我的感受。你说你痛，可是我的父亲在被他的至交好友下毒毒害的时候，我的母亲被人接爷撞死的时候，却又能体会我的痛。你不该被我同情，我亦不该心软。白芷，娘娘，你醒了。昨夜王爷可曾有取了那贱人的心头血？娘娘预判果然没错，昨天王爷正如同娘娘设计的那样，一步步在走。哼，按理说我喝人血应该难受的，但我现在只有畅快。可是娘娘，您为了拉娄凡一下水，不牺牲了自个儿的身子，奴婢还是很心疼啊。你不懂，我其实根本没有中毒啊！我母亲乃周太医的救命恩人，更何况周太医最先娶的那房姨娘，也是我母亲精挑细选的，所以奴婢明白了，周太医是娘娘的人，是先已和娘娘密谋好的。不错，哼，我可真期待王爷今天取那贱人心头血的场面。怀志哥哥，你别再取姐姐的血了，娄姐姐的身体已经发抖的不行了。小姐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只为他人考虑的习惯呀？白芷，把这碗血交给周太医。侧妃，你干什么？你现在还不能下地。怀志哥哥，你别管我，我想好好谢谢娄姐姐。王爷有急报。好，我处理一下公务，一会儿就回来陪你。你好好休息，知道吗？你就留在这里侍奉侧妃。哼，瞧瞧姐姐这小脸白的，可真是我见犹怜呐。你根本没有中毒是吗？姐姐你在说什么呢？在我面前就别装了，何必呢？方小蝶，面具在你脸上戴久了，拆不下来了是吗？姐姐，你怎么能够质疑太医的话呢？周太医可确确实实说了，我中了奇毒啊！当初你入娄府，我怜你身世坎坷，待你如同亲姐妹，我自母没有对你一丝不好，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呸！姐妹，谁想跟你当姐妹？要不是为了帮怀之哥哥，谁想入你的娄府？哼，也不怕告诉你吧，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巴不得拿刀划破你的脸，刺破你的心口。你娄家倒在血泊的时候，这个画面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。你爹、你大哥、你小弟都是被怀之哥哥的剑一剑穿过胸口的，那画面我到现在想起来，觉得太好笑了。娄凡一，你这个贱人！小蝶，娄凡一，我怎么每次见你，你都这么狼狈啊？是你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这世上就没有我进不去的地方。你赶紧走，等下狱卒就要来了。我上次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想出去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将你带出去。我不能出去，
我楼家所有女眷，还有我的小妹，她们的生死全都在谢怀志手上。所以你就一辈子像狗一样的待在这个满是算计的王府里吗？是啊。娘娘，这边请。罗凡英啊，就关押到刑场。你快走，我下次再来找你，你好好和气和气。天哪，姐姐，你怎会如此狼狈呀？还不是拜你所赐。我弄疼姐姐了，都怪我下手没个轻重。我给姐姐赔个不是。我今儿来呀，是有个消息，有个好消息想同姐姐分享。哼哼，总是要这样，姐姐才肯听妹妹说一两句话。方小蝶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有没有报应，暂时不知道。不过姐姐，你的报应啊，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姐姐，你的报应来了。1个时辰之前，我在王爷书房门口听到你的母亲梅珍珍死了。你骗人！我不信，这不是真的。姐姐，你别着急呀。你想知道你母亲怎么死的吗？她是在军营里当了军妓，被那些很久没见过女人们的士兵们轮暴致死的。你骗人！我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姐姐，你别着急。你想知道你母亲的尸首葬在哪儿了吗？她被那些士兵们拖到了乱葬岗，被野狗啃噬的一点残渣都不剩。你撒谎！你这个人心机重，你在撒谎。这些都是从王爷嘴里说出来的呀。哎呀，我记得在姐姐之前，也就是你的母亲梅珍珍是冠绝京城的第一才女。想当初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也是被她的美貌所折服了呢。方小蝶，你过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过来又怎样？我的耳朵！小蝶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在骗我！你在骗我！你在骗我！龙凡英，你这个贱人！住手！小蝶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怀志哥哥，我只是想来看看姐姐，谁知道他说我装病，他还让我去死。他为什么会晕倒？因为王爷都怪奴婢，奴婢看见王妃对娘娘说出那些诛心之言，就脱口而出娘娘的母亲在军营，失控莫测。大胆刁奴！本王都不知道的事情，你竟然信手拈来！王爷恕罪呀，奴婢只是不甘心娘娘被人下毒陷害，一直被猪油蒙了心。怀志哥哥，你要罚就罚我吧，白痴只是不想让我受辱啊。程木，把他放下来。走开，你走开！你是坏蛋！罗凡英，你在装什么啊？你要爹娘，这里有好多莹莹不认识的人。爹娘，你们是不要莹莹了吗？罗凡英，我是谁？要爹爹，要娘亲，要大哥哥，要大哥哥把小人汤给莹莹吃。罗凡英，罗凡英，你走开！王爷，王妃这是得了失心疯啊！失心疯，可有破解之法？不好说，王妃失智可能是一时，也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。爹爹，娘亲，大哥，你们在哪儿？依老夫看，王妃这病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了。辛苦周太医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大哥哥，你帮茵茵找找我爹、我娘还有我大哥好不好？他们一定在等我，你帮我找找吧。罗凡英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装疯，我看你能疯到几时？你以为你这个样子就能博取我的同情吗？你做梦！你是坏哥哥，不帮莹莹找就算了，莹莹自己去找。府上的牌匾呢？
外家开门呢，我回来了。别敲了，大哥，不会有人开门的。帮我开一下门，茵茵回来了。爹娘，茵茵回来了，我再也不想玩了，不给我开门吧。我说别敲了，听不明白吗？里面没有人了，不会有人给你开门了。胡说！我爹、我娘还有我大哥都在里面。爹娘，给我开门，我再也不淘气了，我回来了。死了，都死了，能听明白了吗？都死了，楼家所有男丁全都死了。娘娘，看来楼凡烟是真的疯了。哼，这不正好，我正愁没有机会杀掉他。我不管他是真疯还是假疯，在我这里只有一个死。大哥哥，求求你了，带我去找他们吧！肯定是我前几日没有好好听夫子讲课，他们就躲起来了。大哥哥，你带我去找他们吧。小蝶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我不在王府的这段日子，你把王府管理的井井有条，每个下人都对你很服气。娶了你，这是我3世修来的福分啊。怀之哥哥，能为你分忧，小蝶高兴都来不及呢，还谈什么辛苦不辛苦啊？小蝶，这段时间呢，我不在王府，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啊？你也知道，楼凡音得了失心疯。我不在王府这段时间呢，劳烦你对他多费心了。就算怀之哥哥不说，妹妹也会多去看楼姐姐的。我当然会关心这个贱人，我会关心到她死的那一刻。绿的，紫的，娘娘，黄的，楼凡音这疯了有些厉害呀。茵茵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是好姐妹呀。姐妹？茵茵想不想出去玩啊？姐姐给你买小糖人吃，好不好？想，谢谢姐姐。不要不要。茵茵啊，姐姐什么事啊？刚刚看了杂耍，吃了小糖人儿，你想不想去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玩？想去想去。姐姐，这里好可怕，我们回去好不好？回去？回哪儿去呀，楼凡音？白芷，娘娘，接下来就让奴婢带着王妃好好玩吧。让你勾引王爷，哼！让你惹娘娘不痛快，哼！让你装可怜，哼！你好痛。够了，白芷，玩够了，咱就回府吧。姐姐，不要丢下我，你带我回去好不好？回去？回哪儿去呀，楼凡音？哪儿才是你的家呢？姐姐，姐姐！怀之哥哥，怀之哥哥怎么办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他为什么会走失？今天姐姐在花园里看见我，她说想上街玩，让我给她买小糖人吃，我就同白芷一块带着她去了。然后走着走着，她突然松开我的手，往一群杂耍班跑去。我和白芷一同追上去，就没看见姐姐的踪影了。我不是让你看好他吗？怀之哥哥，你责罚我吧，但是你现在别阻止我，让我出去找姐姐。我现在想……好了，我没有怪你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你安心在家里等着便是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一个女人都找不到，全部都给我杀掉！王爷，不怪暗卫们，王妃失踪的地点是在闹市，人流量本来就很大，就怕王妃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拐走的。找，给我继续找，京城找不到就给我出京城找，掘地3尺都给我把她找出来。是。楼凡音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娘娘，听说王爷已经派暗卫去找楼凡音去了。那又如何？今晚之后有没有楼凡音这个人还不知道呢。
即使找到，那也是一具被野狗啃食的完全不剩的尸体。还是娘娘有办法，想出了这样绝妙的主意，即使王爷追查，也查不到咱们头上来。哼！我说了，姓楼的那个贱人必定是我的手下败将。我们方家能让他楼家死一次，我就不介意让他再死一次。见过王爷。陆少卿，王爷看起来很是疲惫，可是最近有什么烦心事？本王怎么样，就不劳陆少卿费心了。姐姐，老反应，你还能更狼狈吗？大哥哥，你带我回去好不好？姐姐把我丢在这儿，我好害怕。你真的失忆了？老反应，志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有没有给我带小汤圆？当然了，总是喜欢吃这些甜腻的东西。对了，我今天看见谢怀之了。谁啊？算了，没谁。慢点吃，又没人和你抢。楼凡音，找到你了。瑞王爷私闯朝廷官邸，恐怕是有所不妥吧？哦，是吗？那朝廷命官私藏本王王妃，是不是更加不妥呀？啊！就算本王现在格杀你，圣上也没有意见。那王爷不妨试试。过来。爹，我害怕。本王不想重复第二遍，赶紧过来。他不要跟你走，为什么强人所难？本来可以在圣上面前参你一本，但看你好心收留王妃的份子上，我饶你一次。想清楚再说。没什么话的话，我就带王妃回府了。谢礼我稍后送上，告辞了。你干什么？你等下就知道了。楼凡音，你真是让我一顿好找啊！你是不是故意走失的？你干什么？楼凡音，你真是让我一顿好找啊！你说，你是不是故意走失的？是小蝶姐姐把我丢在那里不管的。还栽赃小蝶是吧？我没有，是小蝶姐姐和白芝姐姐把玉玉丢下不管的。看来得给你点教训才行。不要不要！楼姐姐，我知你不喜欢我，但你为什么要在王爷面前污蔑我？那天明明是你放开我们的手与我们走散，是你这个坏姐姐，你还有白芝姐姐，你们两个把我丢在那个偏远的地方。王爷，娘娘是什么人你最清楚，她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又怎么会故意将王妃丢掉啊？原来一同长大的情谊，还是比不过楼凡音在你心里的位置。小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怀之哥哥不信我，那小蝶只有以死明志了。小蝶，王爷，侧妃的毒裁剪，现在正是休养的关键时刻，怎能让她再受伤呢？
程木，先送宋太医离开。是。小蝶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呢？因为我太在乎你，在乎到不能看到你怀疑的眼神。是我错了，好不好？怀之哥哥，你以后不要再不相信小蝶了，好吗？楼凡音，又是你楼凡音，你居然回来了！哼，没关系，我让你有命回来，没命再出去。王妃，你受苦了啊！莲教姐姐，我不苦。王妃，你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老天爷为什么要对你这样不公呀？莲教姐姐，你别哭呀！我娘亲说了，女孩子不能哭，哭多了对眼睛不好。可是王妃，你哭的次数比我多了去了。你说什么呀？我哭什么？我都不太记得了。好啦好啦，乖，别哭了别哭了。王妃，你怎么了？王妃，王妃！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，王妃是喜脉。宁俏，是太医，这边请。大哥哥，喜脉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你是不是怀了陆竹月的种？王爷，王妃有身孕，不可。陆竹月，你说这段时间你是不是碰了王妃？你在说什么？王妃是有喜了？瑞王，我真是头一次见自己的夫人有喜了，却怀疑不是自己的人，真是。楼凡音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娘娘不要啊！奴婢刚刚得到消息，王爷刚刚见大理寺少卿去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没错。老爸，我是娘亲啊，你要乖乖的。大哥哥，这是我们的宝宝。喝掉它。我没有生病啊。我让你喝掉它。我不喝，因没生病，因不喝药。不喝也得喝，我不允许这种孽种生下来。王爷，灵不好了，娘娘她又晕过去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周太医，上次侧妃的毒不是解干净了吗？为什么这次又晕过去了？王爷，娘娘的情况不妙啊。你说说看。娘娘中毒之后，身体本来就极度虚弱，再加上没有休息好，导致身体里的余毒再次死灰复燃了呀。上次不是说解干净了吗？王爷，那个是苗疆奇毒，上次老夫只是解了7、8分而已。周太医，你是在倚老卖老吗？不，王爷息怒，王爷，臣不敢。怀之哥哥，你别怪周太医，是我不让他说实话的。怀之哥哥，你别怪周太医，是我不让他说实话的。小蝶，我不懂。怀之哥哥，你这段时间事务繁忙，再加上楼姐姐失心疯又走失了，我不想让你担忧。可是你也是我过门的夫人，我不想给你增添太多的负担。周太医，这次要解侧妃的毒，是否还和上次一样，需要准备药材和心头血？王爷娘娘，这次体内剩余的毒不能用这些药材了，这次需要的药材更多更杂，也更难寻。有话直说。我需要一朵曼珠沙花的花蕊，还有一个会出生在来年3月婴儿的心头血。如果不治，娘娘体内的毒会在未来3月将她活活吞噬掉。周太医，这太残忍了，我不治了。娘娘，你怎么都不把自个儿的命当回事儿啊？来年3月，今晚楼凡音怀的那个孽种。小蝶，我想到了，楼凡音那个孽种正好是来年3月出生，本王就让那个孽种的血为你解毒。音音啊，以后生个女儿，像你一样美的女儿。我还以为你喜欢儿子呢。儿子调皮捣蛋的最讨厌了。我听说女人生子如过鬼门关，我不想让你这么受苦。
那我偏偏要生个儿子来气你。楼凡音，别怪我心狠手辣，这个孽种我绝对不能留。娘娘真是好计谋，想出了这样一个绝妙的法子。哼，我说过了，除了我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生下怀之哥哥的孩子。可是娘娘，楼凡音肚里那个孩子，按道理说不应该是来年3月份出生啊。真相是什么重要吗？他进了陆竹月府中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谁知？王爷说这个孩子是孽种，那这个孩子只能是个孽种。至于他会不会在来年3月生下这个孩子，有我娘在，你担心什么？大哥哥，可以给我买那个小糖人吗？可以啊，茵茵、连翘，去为王妃买个小糖人。是。你还想吃什么？糖醋鱼、小馄饨、芝麻汤圆，以前我娘亲最爱带我吃这些。娘亲，想我娘亲了。茵茵啊，不是还有我陪在你身边吗？娘娘，如果有一天你得知现在这一切的真相，是为了你腹中的孩子，你又当如何自处啊？竹叶哥哥，王爷，王妃，竹叶哥哥，你要跟我们一起吃饭吗？茵茵啊，记住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配合我们一起吃饭的。下官失陪了。竹叶哥哥。娘娘别看，王爷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知，可是我看着怀之哥哥牵着那贱人的手，我就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牢府，只能看着他们谈情说爱，花前月下。来，茵茵，把它吃下去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吃豆糕。小蝶，你的毒就要解了，所以一定要坚持住，知道吗？怀之哥哥每日用这些珍贵的药材给小蝶吊着命，小蝶已经很知足了，能不能活，其实小蝶已经不那么在乎。别说傻话，楼凡音那个孽种马上就要临盆了，等到那个孽种生下来，我就为他取心头血来救你的命。可那样太残忍了，那只是个小婴儿。他只是个孽种。连翘姐姐，你干嘛把茵茵的衣服都装起来啊？王妃，这里面有奴婢存的几张银票，还有小世子的衣物，还有您的衣物，您赶紧逃吧，逃得越远越好，不要再回来了。什么逃啊？王妃，您赶紧离开，可以去寻找陆大人的帮助，也可以去更远的地方。总之，一定不要再回来了，知道吗？我去哪？大哥哥说这就是我的家。王妃，这不是您的家，哪儿都不是您的家。总之，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连翘，看来本王还是对你太好了，让你有点得寸进尺了，是不是？程木，属下在。把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我关在暗室，把该用的刑具都给我用上。王爷，怎么听不懂是不是？还是你想一起进去？大哥哥，你不要罚连翘姐姐。你最近要临盆了，不宜多走动，好好在房里待着。可是连翘姐姐，她不是你该关心的人。连翘，你跟了本王多久了？15年了。15年了。自从我父王和母妃死后，你就一直跟着我，所以你是知道我这15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奴婢不敢忘。可是王妃她是无辜的。无辜？那我父王也是无辜的，我母妃不是无辜的吗？来，连翘，你告诉我，楼凡音那个贱货怀着陆竹月的贱种，本来好戏要上演了，你却横插一脚。连翘，你觉得这么做对吗？不能再打了，连翘不能再受得起你一鞭了。你是在教训本王吗？属下不敢。连翘，你给本王好好待在这儿，等到了楼凡音那个贱货生下孽种，我取完心头血之后，你再好好的伺候你那个王妃。王爷，不可呀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娘娘，今日奴婢已经将楼凡音延迟生孩子的药给停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那个贱人这2天就要生了。
为了这孩子，我可是委屈了好久好久，也是时候让我登台演一出大戏。云俏姐姐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宝宝，你别替娘亲，娘亲的肚子好痛。小蝶，你回房休息吧。你身体这么虚弱，等这个孽种生下来，我就为你取心头血。王爷，我本王心意已决，那个孽种绝对不能留。王爷是个小郡主，长得漂亮极了。把孩子给我。楼凡音，你还真生了个女儿，长得很漂亮，可惜是个孽种。接好这刚取来的心头血。怀之哥哥，你竟然真的为了小蝶取了那孩子的心头血？你的命比那个孽种的重要。娘娘，这次您的身体就会好起来的。等我这次好起来了，我一定亲自去跟楼姐姐赔罪。小花枝，我的孩子呢？我刚生下来的孩子呢？楼姐姐，你的失心疯好了吗？孩子在哪儿？小花枝，我问你，我的孩子在哪儿？那个孽种被我取完心头血之后，沉入了湖里。想来，现在已经沉入了湖底。回来！你放开！你疯了吗？你才生了孩子，碰不得这些冰凉之物。孩子，我的孩子。因为我都已经将你带去，为何造化的日子？不准去！谢怀之，我要杀了你！你为了一个孽种，你要杀我是吗？我的孩子，我要去救我的孩子。这下面这么冷，他肯定发什么疯？冻坏了。你孩子我已经亲手扔到湖里了，我亲手扔下去的。你亲手杀了你的孩子，你亲手杀了你的骨肉。那是陆竹月的孩子，那是个孽种。是你的孩子。谁能证明是我的孩子？谁能证明是我的孩子啊？谁能证明那是你的孩子？宝宝乖，别怕，娘亲来了。听你这么说，楼凡音的失心疯是真的好了？那又怎么样啊，娘娘？王爷不也一样杀了自己的孩子为您取心头血吗？刚刚那碗血我喝的真舒服，一想到那是楼凡音孩子的血，我就兴奋的发狂。玉乔，谢怀之将你放出来了。王妃，你终于醒了，奴婢太高兴了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你身上的伤，你受苦了。只要王妃能醒，奴婢做什么都是值得的。只是奴婢被放出来，才知道小郡主的事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还在湖底，我要去找他。王妃，你出不去的，没有王爷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能放你出去。谢怀之，谢怀之，你放我出去！姐姐，门都被关上了，还惦记着那个孽种吗？姐姐，你恢复神智了，做妹妹的当然要来恭喜你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恭喜你生了一个漂亮的小郡主。方小蝶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杀了你！姐姐一天打打杀杀的干什么呢？啊，我忘了，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小郡主的血很好喝，我喝得很开心，很舒服。方小蝶，你的另外一只耳朵也想被我咬下来是吗？
楼凡音，我只是伤了半只耳朵，而你可是失去了你的爹娘、你的族人、你的孩子，你拿什么同我比？你用这笔死账，总有一天我会和你算清楚。现在给我让开！哼，我让开又能怎样？王爷可是下令不让你出这门半步。王妃，你不能下去了！你刚生完孩子，连月子都没有做，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。你叫你放开！我的孩子还在等着我去找他，他在下面会冷的。小郡主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！你胡说，他只是在和我捉迷藏。你让开！老翻译，你疯够了没有？谢怀志，当初怎么瞎了眼爱上你这样一个男人？我辛辛苦苦怀胎10月，生下了孩子，你说不是你的？好，即便不是你的，那也是活生生的一条人命吧？你怎么敢把我见都没见过的孩子，把他的心头血给方小蝶喝？你怎么敢把他扔进这冰冷的湖里？你这个畜生！区一个孽种，本王杀他又怎么样？竟敢打本王！好的很。程木，王爷，既然王妃不想好好坐月子，那就干脆别做了，把她关进暗室，关到什么时候不发疯，什么时候放出来。王爷，求求您不要了！王妃刚生完孩子，失血过多，再进暗室那种地方，她会没命的。年下，不要仗着跟本王一起长大的交情，以为本王不敢杀你。你只是我的下人。程木，立刻把楼凡音带到暗室，立刻！不用沉默他，自己会走。谢怀志，你杀了我的孩，你就不怕他夜晚化作厉鬼来找你索命吗？区一个孽种，来一次，本王杀一次。王爷，说，近日圣上可能会下令命您进入宫中处理点娄家的事情。娄家全族被我诛杀，还能有什么事情？王妃的姑姑娄宇，听说是在军营里犯了事，刺杀了我朝一名统领。现在那名统领的家人就写了奏折递到圣上那里，圣上震怒了。娄宇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怎么可能杀得了一名大将？听说是在床榻之上。那名统领有些不为人知的癖好，一不小心玩过火了，娄宇不堪受辱，于是将藏好的钗子刺入了对方的脖子。圣上是怎么说的？听宫里探子传来的消息是，圣上还在考虑，等您明天进宫就有个决断了。楼凡音，这真是瞌睡遇上了枕头，只是天要亡你，可就怪不得我。王妃，奴婢给您带来一点点心和一碗粥，您多少吃点吧。你带回去吧，不要被谢怀志发现了，不然你又有罪受。奴婢现在更担心的是您的身体啊。多谢你的好意，林强，但我真的没有胃口，只想找到我的女儿，我想陪着她。林强，我觉得我的孩子没有死，我是她的母亲，我能感应到她没死。你的感应有什么用呢？与其担心你的女儿，不如担心一下你娄家的女眷吧。方小蝶，你什么意思？姐姐，你知道的，妹妹每次来都会给你带一个好消息。今日这个好消息啊，是跟你娄家女眷有关。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姐姐别急嘛，我也是无意中听见程木对王爷说，你的姑姑娄宇在军营里当了军妓，一不小心刺杀了一个统领。现在这事儿啊，已经告发到圣上那儿去了。你胡说！我姑姑连刀都提不起来，怎么可能会杀一个武功高强的统领？方小蝶，不会再中你的计。姐姐，妹妹这次说的话可是句句属实啊！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过2天王爷也会让你相信的。咱们走着瞧。圣上这是要我做一把刀啊，指哪杀哪儿。王爷，可将有耳。你知道今天圣上下的什么命令吗？属下不知。圣上下令将娄氏女眷全数押回京城问斩。你想什么呢？在想怎么杀掉你，给我的孩子报仇。那恐怕你这辈子都实现不了了。
人总要有个念想吧，万一有一天老天爷替我报仇了呢？事已至此，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罗凡英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我将暗室的门打开，你走得越远越好。天亮之后，我派人去追你。如果我的人抓不到你，你就自由了。自由？你现在跟我谈自由，谢怀之？自从我嫁给你那天开始，就什么都没有，我还要自由干嘛？你还有什么招数折磨我呀？尽管使出来，谢怀之，我宁死不休。陆大哥，取下面具吧，我知道是你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你的身形太容易认出来了。我落难时又与你相处了那么久，那段时间的记忆我都有。看来你是真好了。谢谢你，陆大哥。罗凡英，你想出去吗？今天你们怎么都在问我想不想出去，要不要自由？我的回答始终一样。陆大哥，真的谢谢你，但是我不想离开。你知道我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吗？是谢怀之，取了她的心头血，又将她成了虎。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她的尸首，我怎么可能能走？罗凡英，看来你是下定决心了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接下来你怎么去面对？陆大哥，你离开吧，这里的安危每隔1个时辰都会来查一次，我不想拖累你。好，那我先走，你保重。王爷，需要我捉住他吗？不用，看来就算是他，也不能让罗凡英离开王府。王爷，您这样做，王妃不会明白您的苦心的。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。3日之后，他会更加恨我，我和他已成死局了。王妃，您今日要出去了，奴婢是来为您梳妆的。谢怀之要放我出去了吗？王妃，奴婢先为您梳妆吧。王妃，您赶紧离开吧。连翘，姐姐是出来了吗？是来看你娄家女眷行刑的场面吗？方侧妃，连翘，你放肆！方小姐，你说什么？什么娄家女眷？什么行刑？他们不是在军营吗？当然是昨天已经押送回来了。午时3刻，午门行刑，监刑的就是王爷。姑姑，思思，方姨娘，你来干什么？快走！姐姐，你来看思思了。姐姐，思思好想你啊！娘亲说今天我们要玩个游戏，思思不知道是什么游戏，思思好害怕，好多人呀！思思别怕，姐姐马上来救你啊！谢怀之，你把他们放了！你把他们放了！思思只有5岁，他只有5岁啊！罗凡英，这个时候有什么用？我给过你机会，让你从我身边逃离，事已至此，圣旨已下。谢怀之，我已无力回天。我求你了，你把他们放了！我给你下跪，我求你把他们放了！我求求你，谢怀之！茵茵，你给我起来！给我起来！娄凡英，你给我站起来！我娄家儿女跪天跪地，就是不跪畜生！给我起来！好孩子，你要记得，你是我们娄家的儿女，无论到哪里都不能失了这份傲骨。今日之后，娄家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。姑姑希望你能好好的活着。你若想报仇，那便报；你若不想报仇，姑姑允许你不报。不要，好孩子，姑姑今日还能再见你一面，已经很开心了。很快，我就能与你的父母团聚了。真好。时辰已到，即刻行刑。行刑。今日的天空真蓝啊！
依依，王爷，恕老臣无能。王妃此乃心疾，如今无药可以将她唤醒。当真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？王妃体内的七经八脉因受到外界刺激，已经变得相当脆弱不堪了。她的满头白发就足以证明，要想王妃醒来，除非她自己愿意，否则她将会继续一直沉睡下去。怀之哥哥，我今天去小厨房做了点饭菜，你尝尝吧。你放在这里吧，今天太晚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怀之哥哥，我知道你很心烦，可是你已经整日都没有进食了，我很担心你。你先回去吧。可……程默，是。你的眼里只有罗凡音吗？我做什么你都看不到吗？严笑，你说王妃什么时候会醒？奴婢不知，但奴婢希望王妃永远不要再醒过来。你是怕她醒过来再受一次刺激吧？王爷，王妃她还有什么刺激可受的？她真的太苦了。本王难道不苦吗？这么多年。可是王妃她是无辜的呀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她没有了家人，没有了孩子，她什么都没有了。她还有我。王爷，她从来都没有拥有过你，连那些年你给她的爱都是虚假的海市蜃楼。哼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心好痛，我一想到怀之哥哥成日在那贱人的房间里，我这里就好痛。娘娘何必担心？左右那个贱人不一定醒了过来了，王爷还是您的。我的？哼，我的？从新婚之夜开始，他连碰都没碰过我一下，他真的是我的吗？或许王爷只是心疼你。你看看你现在的表情，白芷，你是在可怜我吗？你这个下贱的下人！对，都没有关系了。依依，以后我们把事情都忘了好不好？在你昏迷的这些日子里，我都想清楚了，以后我们忘掉那些仇恨，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谢怀之，你让我把这些都忘了，你让我忘掉我们两家的血海深仇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只是变得这么天真了。谢怀之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威胁不了我了。我相信我的小妹现在已经有了自保能力了。不过刚刚你有句话说得很对，那就是从此刻开始，我确实要跟你好好过日子。你说什么？那个贱人竟然醒了？是。好得很。我正愁这2日无聊，想找点乐子。既然他醒了，那就让他好好陪我玩玩。白芷，快帮我研墨，我要给我娘写封信去。娄姐姐，你能醒来真是太好了。你昏迷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和王爷都很担心你挺不过来，真是万幸啊！娄姐姐，你不知道王爷不爱吃油腻之物吗？你还是对他关心的太少了。是吗？你不爱吃肘子吗？不，我爱吃。你也吃啊？你的怀之哥哥都这么爱吃，还不跟上他的口味？我不吃。放肆！你在谁面前这么大呼小叫？方小蝶，我说不得你了吗？怀之哥哥，小蝶，你失了基本礼仪。为何姐姐这次醒来之后处处针对妹妹？是妹妹哪里做的不好吗？处处？我不过让你吃块肉，怎么就处处针对你了？这才哪跟哪儿啊！方小蝶，一直以来你搞错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我是正妻，而你只是个妾。依依，
适可而止。怎么，你心疼了？我话还没说几句呢。我现在想明白了，你不是说要同我好好过日子？这王府内院的掌权，我就收回来了。怀之哥哥，你答应过我的。方小蝶，你听不懂我说话是吗？我说从此刻起，这王府内院的掌权我就收回来了。你这个妾是在质疑我说的话吗？你这个小蝶妹妹，承受能力的确差了些，说到底，终究还是上不得台面。依依，你一定要这么做吗？王爷，妾身只是在拨乱反正而已。王爷还是管好朝堂上的事，少把手伸到内院，这个内院就不劳您操心。滚开！楼翻印，楼翻印，楼翻印，楼翻印这个贱人！我要把你扔进乱葬岗里喂狗！娘娘别气了，伤的可是您自个儿的身子呀！我的身子还会有人在乎吗？你刚刚看见怀之哥哥的表情了吗？他这是在纵容默许楼翻印，他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连翘，清点一下方侧妃摔坏的东西，换算成银两，从他的份里里扣。妹妹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讨怀之哥哥欢心呢？我怎么样，不劳你这个贱人操心。是，我是贱人，可是谢怀之宁愿每晚跟我睡在一起，都不愿意来陪你一个晚上。楼凡音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刚说你两句就要打要杀的，你这个样子，难怪你的怀之哥哥不碰你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怀之哥哥还不是把你的孩子杀了，把他的心头血让我喝？方小蝶，今日你以下犯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略施小惩就行。连翘，娘娘，将方侧妃带到大堂，给我狠狠的掌嘴，赏一百下，让方侧妃长长记性。是，楼凡一，你敢动我一个试试？怀之哥哥回来不会放过你的！放开我家娘娘！忘了还有白芝呢，一起。怀之哥哥，今天我被楼姐姐掌嘴，我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样的侮辱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茵茵刚刚已经给我说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你是不是在茵茵面前提起那个孩子了？这是你第一次提起，如果再发生第二次，我不会饶你，明白吗？怀之哥哥，你现在是在怪罪我吗？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次楼姐姐醒来以后，她变了，你也变了，所以我那几年在楼府忍受的白眼和为你受过的委屈，都已经成了过眼云烟了吗？所以我爹爹在朝中一直支持你，你现在不需要了是吗？方小蝶，你是在威胁本王吗？你以为你对楼凡音做的事我不知道吗？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吗？你现在是在为楼凡音报仇吗？所以听话一点，你俩相安无事，我才能继续在朝堂上斗下去，明白吗？我还以为今晚你会歇在方小蝶的屋里呢。我刚刚已经警告过她了，她以后要是对你出言不逊，你可以行使自己女主人的权利。那我杀了她也可以。如果理由得当的话，为什么不可以？还有样东西，这是我为你寻求回来的神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能让你一头白发变成青丝的神药。你拿走吧，我不需要。这可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得来的，可不要辜负了我一番苦心才是啊。茵茵莫挣扎了，这药已经在体内融化了。娘，我要杀了楼凡音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他现在在王府好威风，所有下人都怕他，他还动手打我。婉儿受苦了，有娘在，并不能让你受了委屈。还有王爷，他也任凭楼凡音踩在我的头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
这次楼凡英醒来以后变得这么彻底。你怕什么？他迟早都是将死之人，怎么和你斗？我算了算，不出1年，楼凡英就会毒发身亡。对，他体内还有宁夏的蛊毒。我的蛊毒，这世上没有任何解药，楼凡英必死无疑。所以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等。至于娘这边，当然不能任楼凡英这么猖狂下去。你这样，怀之哥哥，夜深了，休息吧。你先休息吧，我还有很多公务。对了，怀之哥哥，我听说相国寺的妙法圣僧云游回来了，我想去那儿祈福。姐姐的病刚好，身体还很差，我想为她祈福。也好，我正好想让王妃多出去走动走动，那就一起去吧。我会派程木保护你们。好。王妃，奴婢刚刚探到方错飞去了王爷书房，提议明日要去相国寺为您祈福。祈福？我看祈福是假，有陷阱等着我才是真。王爷说让您和方错飞一同去，说是想让您多走动走动。不过娘娘放心，奴婢与程木在。那就去吧，左右我在王府也无事，我倒要看看这方小蝶是憋着什么坏。王妃想说什么？奴婢只是觉得娘娘这次醒来变得让奴婢有些陌生。连翘，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了，还怕谢怀之什么呢？我现在把每一日都当做最后一日在过。连翘，你担心我，我知道。连翘，你很好，他谢怀之何德何能有你和程木一直陪在身边？依依，妙法圣僧的医术高深莫测，得了他的调理，你的身子应该可以恢复如初了。见不见其实都一样。我先去忙公务，忙完公务我来接你。刚才你在佛祖面前为我祈福的样子特别真诚，是在祈祷我早日死吗？这话说的，妹妹这所求啊，当然不只是让姐姐早点死这么简单。我一遍又一遍的在佛祖面前祈祷，早日让楼凡英那个贱人肠穿肚烂、七窍流血、死无全尸。那就见你吉言了，妹妹。阿弥陀佛，请问二位哪位是楼凡英楼施主？是我。师父喊我来寻你，请跟我走一趟吧。我师父是妙法圣僧。小师傅，圣僧没有寻我吗？师父只喊我来寻楼凡英楼施主。烦请小师父带路。楼施主，你来了。圣僧。楼施主，你可知贫僧为何单独叫你来？不知。贫僧与你父亲楼望言是至交好友，你这名字也是贫僧为你取的。你出生那日，贫僧正好在楼府做客，算到你这一生会有重重灾难，故为你取名梵音。你父亲曾问我是否能化解你的灾难，贫僧堪不破天机，只算到你18岁时会有一劫难。所以我楼家满门被屠，就是我的劫难。楼施主，贫僧很遗憾，你家人被屠时，贫僧在外云游，一切恩怨忌讳，冥冥中自有定数。贫僧今日见你，是有一句话赠予你：有爱故生忧，有爱故生怖。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。阿弥陀佛，望楼施主能看破。圣僧与你说什么了呀？他为你号脉了吗？你既然这么想知道，何不直接去问圣僧呢？啊，对了，
圣僧不见你，说你杀孽太重了。你，程木，你做什么呀？会不会开马车呀？凌啸，赶快带着王妃与侧妃离开！你们要干什么？知道上面是谁吗？你们知道这是谁的马车？你们也敢拦？瑞王府的马车，那又怎么样？今天我要杀的就是瑞王府的人，找死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今天插翅也难飞。你若是想求财，我们把钱财给你便是。给你，都给你，放我们走。我今天既不求财，也不求色，我今天求的是你们的命。住手！你们真是不要命了，连本王的王妃和侧妃都敢碰。听闻王爷武功深不可测，但就今天这样的情况，哪怕是你，也只能救一个吧。把他们两个都放了，本王可以饶你们不死。死？到今天这种地步了，我还怕死吗？谁派你们来的？说出你们的条件，本王都可以答应你们。那这样吧，你选择一个获救，另一个没选择的就地杀掉，怎么样？慧智哥哥，救姐姐！小蝶没事的，救姐姐！娘娘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傻？怀智哥哥，我能嫁给你，小蝶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怎么样啊，王爷，选哪个呀？有这么难选吗？我来帮你呀！闭嘴！选你爱的那个人就行了，不爱的人我帮你解决不就行了吗？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我数3个人，如果你没有做选择，我就帮你做选择，2个都杀掉。1、2、3。住口别！怀智哥哥，我可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你心里是有我的。你看王爷宁愿救一个小妾，也不愿意救你。娄凡音，你活得真是可怜啊！看来你的前期准备工作没有做足啊！全京城都知道我是最不受宠爱的王妃，你偏偏做什么？你能得到什么？王爷，程木，追查他们的身世。第一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侧妃吧，她都吓坏了。我现在问的是你。我都说了我没事了，为何还要一直问？我不是。连翘，王妃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扶我回去吧。你不去安慰受惊的方侧妃，来我这儿干嘛呢？你是不是还在怪我今天没有选择救你？那时候我的选择只能是他。我知道，我只是一个无父无母也没有后台的人。你选择了方家，我并没有怪你。可是我宁愿你怪我，也好过什么都不说。王爷，你失态了。听说你见了妙法圣僧，他可为你号了脉？并未，妙法圣僧只是对我说了几句话。他说了什么？这就没有必要和王爷说了吧？干什么？你生我的气都好，也不要像现在这样对我冷漠。臣妾现在的身子，王爷若是看得上，尽管拿去便是。娄凡一，你一定要这样跟我说话是吗？想想你娄家的小妹，你若是能找着她，能杀便杀，那也是我娄家族人的命。好，娄凡一，你好得很。娘娘，如何？不出娘娘所料，王爷很生气的从娄凡一那里出来了。哼，还是我娘厉害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差点要了那个贱人的命。不过这次也可惜了，没有要了娄凡英的性命。娘娘，夫人让你不要担心，她还有后招，在后面等着那个贱人呢。
那我可就拭目以待了。王妃，你怎么了？疼！我去找程木叫太医。不必，我过会儿就好了。可我最近前面经常这样疼，而且脸也清醒了不少。王妃，我们还是找个太医来瞧瞧吧。云娇，不要了，真没事。王妃，方连山这个老畜生，竟然在朝堂上威胁本王！王爷，需要属下去给方家点警告吗？不用，本王还有大事。待本王荣登大宝之时，便是那方家倾覆之日。王爷，何事？王妃有什么事吗？王妃最近左侧心口犯疼，好几次奴婢都看见她疼得冷汗都冒出来了。为何不早说？王妃不让。是，他当然不肯。程梦，拿着我的腰牌去请宋太医。是。对了，你顺便查一下周太医，他最近告老还乡了，但本王总觉得周太医不太对劲。遵命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唉，王爷，娘娘这身体……宋太医，就随我来，我们去书房去说。不必那么麻烦，就在这儿说吧。那我就直说了。上一次我为娘娘号脉的时候，娘娘这七经八脉破损之象很严重。今日我再号脉的时候，发现娘娘的体内有一蛊毒。什么？在下今日把脉，才发现她在娘娘的肚中游走。太医，到底是什么蛊毒这么狡猾？下官敢肯定，娘娘所中之毒是苗疆的情锁。这蛊毒应该是下蛊之人在娘娘最爱王爷之时下的。他会在流失的时间里慢慢侵蚀娘娘的血液、七经八脉，最后流入心口。而今情锁已锁住娘娘的心口，7日之后，娘娘会感到疼痛难忍，直至香消玉损的那一日。宋太医，王府中有各种奇珍药材，如果府中没有，本王上天入地也为太医取来。王爷，娘娘用不上这些了。这种蛊上一次出现的时候是20年前，在皇后娘娘的所中，当时是无药可解，您是知道的呀，王爷。给我救他！你给我救他！王爷，王爷恕罪，王爷恕罪。本王要杀了你。宋太医只是说了实话，你为何要这样？当年皇后娘娘中蛊时，先皇找来了妙法圣僧都无能为力，这蛊毒真的无药可解呀。任翘，你先送宋太医出去吧。程木，你也出去。爷爷，爷爷别怕，这世上奇人异事那么多，总有办法能解毒的。王爷刚刚没听宋太医说吗？情锁并无解药，我必死无疑。到底是谁给你下的蛊毒？在本王的眼皮子底下，谁这么大胆？不重要了，谢怀之。你当真死意已决？是啊，这个蛊毒对我来说是一份礼物了，你也莫要去追究。姨，你想死，我偏要从阎王手中把你抢回来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吗？你错了，你女儿还活着，你不想见见她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没有听错，你的女儿没有死，你想去见见她吗？你骗我！是你亲手把我女儿扔进了湖里。你随我来。王爷，王妃，王妃她……我带着王妃来看看孩子。哦，你过来看看。
这孩子生下来便患有心疾，我如果那个时候不救他，他活不过5个时辰。心疾？那天我婆将他抱在我手上，我曾抱着他来见你，可是那时你晕倒了，我出门了，看着这孩子脸色发紫，随即赶来宋太医这里，至于取心头血，那碗心头血视我入血。你为何？为了这孩子能够活下来。老翻译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不在那时告诉全王府的人，我不将这孩子杀之，他活不过3日。之后，这孩子身体逐渐好转，在那之后，我每日都来看他。你不是说他是个孽种吗？我知道他是我的孩子，我知道他是你跟我的孩子。可是楼翻译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身边有多少放假的眼线吗？我一个行将踏错，你会死，女儿也会死。谢怀之，少拿你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搪塞我。我楼家全族的命，都是由你一手造成的。是啊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取了名字，取名叫谢朝阳。我希望他永远活在朝阳之下。所以，罗翻译，我希望你看在孩子的份子上，活下来。谢王爷现在是来与我谈合作？是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你这道东风了。我为何要帮你啊？抛开私事不谈，我们心中的理想世界，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，不是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谢怀之，我为何要助你？事成之后，你会以什么名义来杀我呢？我永不会杀你，你是朝中栋梁。我许下誓言，不会杀你。等我事成之后，你可以尽情施展你的抱负。我们携手将这个世界重新换个样，不是更好吗？敬未来。方次妃，王爷书房不是你不通报就可以进来的地方。程木，让他进来吧，你先出去。怀之哥哥，今日为何要在朝堂上对我爹爹那样？往日你都是很顺从爹爹的话，今日为何要在朝堂上将他的军？你消息知道的倒是很快啊。怀之哥哥，我爹毕竟是你岳丈。正因为他是我的岳丈，今日我才手下留情，不然现在他已经被关在大理寺了。谢怀之，你莫忘了，要不是我与方家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现在你是在恩将仇报。恩将仇报？你现在跟我谈恩将仇报？王妃，我好想去见小郡主啊，她一定长得特别漂亮，对不对？她很可爱。宋太医说了，再过些时我就能和朝阳团聚了。那我要加快给小郡主多做几身衣裳。谢怀之，你干什么？你把他带来干什么？刚刚方小蝶冲到我书房质问我为什么恩将仇报，我想这句话应该是你来问他。你不也跟他一样吗？我应该当着你的面问问你，你的蛊毒是如何得来，他的蛊毒又是如何来的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怀之哥哥，今日是小蝶错了，小蝶不该在你处理公务的时候冲进去。我现在就去小厨房给你做点点心，向你赔罪。我让你走了吗？那你到底想怎样？王妃的情死是不是你给她下的？是啊，是我给下的。你怎么那么歹毒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当然是想楼凡英那个贱人死，只有他死了，怀之哥哥才能完完全全属于我。让你娘把解药交出来。解药？那天你没听宋太医说吗？秦锁一出，世间再无解药，你忘了吗？那我就把你娘杀了。你敢动我娘一个试试？你是在威胁我吗，方小蝶？我虽然没有解药，但我有加快楼凡英蛊毒吞噬他心脉的东西。你要是敢把我娘杀了，我保证楼凡英活不过今晚。谢怀之，你赌一赌啊！
方小蝶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你骗我中了蛊毒，取王妃心头血的一件一件，一桩一桩，我们好好算一算。哼，你凭什么说这些事情是我做的？程木，属下在。把白纸带进来。王爷，求求你饶了奴婢吧！这些事情都是侧妃娘娘让奴婢做的呀，奴婢全家人的性命都在侧妃娘娘手里，奴婢不敢不从啊！方小蝶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要不要我把周太医的人头也给你带过来？他死之前可是把一切都交代了。抬头，怎么？这第一巴掌是替我爹娘扇的。当初你来龙府，我爹我娘把你当做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你却为了谢怀之将我龙府出卖。这第二巴掌是替我自己打的，我待你如同亲姐妹，你却将我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这第三巴掌是替我的朝阳打的，若不是你给我下毒，我的孩儿不会一出生就患下心疾之症。方小蝶，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，你一定会下地狱的。谢怀之，你不是说你爱我？我要他方小蝶死，我要他方家全族死。方小蝶，前几次都是你来看我，看来天道好轮回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。现在到我了。娄凡音，你有本事你就把我杀了！你越想死，我越不让。我要你活着看到你方家倾覆，我要你也感受我曾经感受的。怀之哥哥，谢怀之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从未，是利用。我是利用你身后的方家和你。这个答案你还满意吗？从未。你从未爱过我，你竟然从未爱过我！谢怀之，我诅咒你，诅咒你这辈子都得不到所爱之人，我诅咒你有失所爱。还有你，娄凡音，你马上就要死了，我只有祝你死得不那么痛苦。哎，算了，我累了，想休息了，走吧。爷爷，我已经派人全天下寻找奇能异士，你这蛊毒肯定会有办法的。就这样吧，谢怀之，你莫要太执着。你就当是为了朝阳好不好？你忍心他还没长大就没了娘吗？谢怀之，我知你心中抱负，我也祝你早日成功。我相信这一日很快就会到来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这一生都不得亏待朝阳一丝一毫，你能办到吗？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好好喝药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成吗？好。谢谢你，还能这样和我说话。我们要好好过日子。好好过日子吗，谢怀之？你让我忘了我们之间的血海深仇，我怎能办到？王妃，小郡主怎么长得这么美啊？奴婢已经预料到，以后来提亲的青年才俊肯定要把王府的门槛都踏破呢。那你可要好好帮我把把关，千万别让朝阳找一个像谢怀之那样的男人，知道吗？王妃，你可别再说这样的话了，奴婢听到心里很不好受。傻连翘，人总是要走的，我只不过先走一步。再者，朝阳有你照顾，我很放心。王妃，王妃，王爷，娘娘这身子日益破败了，她每一次咳血都意味着离死亡更近一步。你说什么？王爷，你就算今日杀了老臣，老臣也是这样说。娘娘所中的蛊毒实在是无药可医，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的。
妈的！好女婿，我知道你要来了。把解药交出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再说一遍，把解药交出来，不然我马上杀了你！那你倒没有人和你说吗？清孙，没有解药，即使是我，也没有他的解药。那个楼凡音，死路一条。行，你忘了你是如何走到今日的？没有我吩咐，你就是一个失去父母的挂名王爷。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吗？你现在开始出击了是吗？在我这里，你永远都是一个跪在地上求我帮忙的可怜虫。可惜，我的小蝶。秦白露，我再说一遍，把解药交出来！呸！没有。秦怀之，你怎么敢？王爷，今日方尚书在圣上寝殿前跪了一天，说要将你治罪。圣上怎么说？圣上称病，方尚书未能见到圣上。方连山这个老畜生倒是对秦白露一往情深。倘若他今天没有走这一遭，我荣登大宝之时会想着不动他。但是今天他这样，看来想和我鱼死网破。好，陈木，我们去见一见这个方尚书。是。依依，我将秦白露杀了。杀了便杀了吧。给你下了这样的蛊毒，不杀了他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方连山那个老畜生在圣上门口跪了一天，他估计是想和我鱼死网破了。所以王爷下一个要杀的就是方尚书。下一个要杀的不是方连山。怀之哥哥，你来看小蝶了。我现在很丑，还是莫要看的好。你娘死了。你说什么？谁死了？你娘秦白露死了，我杀的。谢怀之，我爹不会放过你的！你这个恶魔，你这个畜生！你们方家这些年在我身边安插了多少眼线？我的一举一动全在你爹的掌控范围之内。谁是恶魔？楼家的女眷是谁在圣上面前谗言，是要全部押回来处以极刑的？楼凡音的姑姑又是谁陷害的？方小姐，这些我不说，就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谢怀之，你忘记了吗？这么些年是谁害得你家破人亡？是谁让你活在痛苦之下？我爹是在帮你呀！你现在不需要我讲，就开始背信弃义了是吗？谢怀之。是啊，我现在不需要你们方家了，所以我这么做有问题吗？你以为你这样楼凡音就会感激你吗？不，他不会原谅你的，他这一生都不会原谅你。不对，他没有这一生了，他马上就要死了。谢怀之，你最爱的女人马上就要死了。方小蝶，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杀了你吗？我偏不，我要让你看着你爹是如何在你面前死的，看着你们方家是如何没落，罗凡音体会过的痛苦，你全要体会一遍。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爱上了你。你想死，我偏不。茵茵，最近莫要出府。好。你不问原因吗？不了，你总归是有自己的理由。我现在只想守在朝阳身边。我这些时日不能回府，你好好陪朝阳。如果10日之内我不能回来，我会命人带着你和朝阳离开。好。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没有。好，免得我心中有挂念。朝阳乖，我不在府的这些日子，你好好陪着母妃，待我凯旋归来，回来陪你们。对了，如果身体不舒服，就马上去叫连翘，连翘会叫宋太医过来。那我走了。
王爷，所有兵马已备齐，陆大人已准备就绪，大家都在等着您啊。周牧，你可害怕？王爷，我跟随您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怕过？出发。王妃，小郡主对我笑了，她对我笑了。她看起来很喜欢你。王妃，您这几日也没问过王爷，您不担心他吗？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朝阳。谢怀之从来不会做无用功，你比我清楚。可是，今日不见，我家的朝阳又长漂亮了。长大之后，一定是个倾国倾城的小公主。王爷，莲笑，该称皇上了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来，都平身吧。我是来接你入宫的，我的皇后。你说什么？参见陛下。平身吧。茵茵，这些东西宫里有专门绣衣的绣衣坊，不用你自己做的。趁我还有精力，我想多给朝阳做一些衣服，也不知道他会长多高，所以我每样都做了几套。朕不喜欢你说这些。那能怎么办呢？本就没几日可活了。茵茵，我已命人去西域寻你小妹，传闻她的师傅可医死人，肉白骨，相信你身上的蛊毒一定有解决的办法。我可以见到我小妹了。茵茵，千万不要离开朕，朕的后宫只有你一个人，朕的后宫只为你一人而设，所以你千万要活着，好吗？谢怀之，已经太晚了，太晚了，太晚了。现在活着的美人鱼，我都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，你恳请我又有什么用？总归是回不去。参见圣上，圣上，方灵山就在殿外，臣已将他捉拿归案了。去把我的好岳丈还有方小蝶带进来，还有，把连翘和楼凡音也请来吧。去吧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他舌头被我割掉了。谢怀之，有本事就杀了我们父女二人，只要老夫有一口气尚在，我就会诛你一生一世。谢怀之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！生亦何忧，死又何愁？老夫活到这把年纪，活够了，要杀要剐，随你的便。你这样有何用啊？你不用跪他，你跪他干什么呀？横竖我们不过是个死啊！朕的后宫只有楼凡音一人。周牧，将方家妇女押回大理寺，交由陆竹月看管，将他们这些年做的事一五一十的给我查清楚。谢怀之，你以为你算无一策？有个事儿不知道啊，你永远不会知道的。依依，你怎么了？无事，就是头有点疼。我想先回寝殿休息了。好，朕送你。不用，我想见陆竹月一面。好，朕有办。微臣拜见皇后娘娘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陆大哥，不必行礼，我还不是皇后，我们很久没见了。回禀娘娘，是很久了。陆大哥，你我二人之间何时变得这么生分呀？应该的，不知娘娘唤微臣来做何事？相信陆大哥也知道我活不久了。这块玉佩是当年谢怀之赠给我的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，万万不可！请你务必收下。当年谢怀之将这块玉佩赠予我时，说他可以答应任何一事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我知道伴君如伴虎，陆大哥，你救过我一次，我希望这块玉佩能救你一命。微臣多谢娘娘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再见。微臣违愿娘娘，万事随心。回禀陛下，今日娘娘送给陆大人一块玉佩，是您当年送给娘娘的那块。楼凡音竟然将那块玉佩赐给了陆竹月，看来他还是不相信朕。对了，青天监那边的日子定好了吗？定好了，正月初5，陛下到时候就可以册封娘娘为后了。后服呢？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娘娘也试穿过了。那就好。
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托陛下的福，这些时日身体还好。那就好。这些日子呢，朕有批不完的奏折，见不完的大臣，忙不完的公务，冷落了你。并未。陛下，您有信心将这个天下治理成您当年说的那样吗？没有饥荒，没有流离失所，没有战乱，您能做到吗？我能做到。那便好，这也是我父亲的愿望。是我逾矩了，陛下。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你能帮我实现吗？但说无妨。我想再去外面看看，想看看陛下治理的这个天下是什么样子的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帮我戴上。好看吗？我的茵茵呀，怎么都好看。陛下，您还记得当年我们喜欢去的那家店吗？我想再去吃上一吃那个馄饨。您二位慢用。哎，老头子好久没有见到你们二位了，这娃娃都有了吧？有了，是个女孩。当年我怎么说来着？你们二位生的娃娃呀，那一定是个女娃。今个这馄饨呢，老头子请了。那谢谢伯伯了。下次再来呀，一定要把女娃抱来，让老头子看看啊。谢怀之，拿命来！小心！别吓我，爷爷。承梦，快背马车回宫！启禀陛下，蛊毒已没入娘娘心口，再加上娘娘今天又中了一刀，微臣已回天乏术。这么大的太医院，就没有人能救皇后吗？养你们这些废物干什么？陛下饶命啊！老臣已竭尽所能。不过，如果能请到妙法圣僧与西域的释迦大师同时来为娘娘诊治，娘娘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承梦，现在立刻去西域，请释迦大师，无论什么代价，务必带他来见我。遵旨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你不是恨我吗？干嘛还要替我挡刀啊？我命人专门修建了跟你纯慧院一模一样的宅子，你和朝阳住在那里，等我处理完朝堂上的事务，就过去陪你们。只要你有一线生机，我会把你从阎王那里抢回来。娘娘，你终于醒了，可把奴婢吓坏了。我怕，我不是醒过来了吗？朝阳今早一直在哭，他一定是想您了，我待会就把朝阳抱过来。好啊。娘娘，您的凤冠已经到了，我瞧了一下，特别漂亮，您10日之后戴上，一定特别美。10日之后？青天竞选的日子，您的封后大典将在10日后举行。娘娘，您不知道，朝中反对您当皇后的大臣可多了，陛下昨日还杖毙了一个上书的大臣，说是以儆效尤。他这是在草菅人命，本就是众人口中的罪臣之女，有什么资格能坐上皇后？我在昏迷时听说陛下为我修了一个院子，对吗？连翘，我想去看看，你带我去吧。我也是凭借记忆搜了这些物件，这些朝向，这些摆放，都对吧？一模一样。陛下的记忆力真好。这把梳子，就是我爹亲手做的那一把。对，当年我去楼府搜了一些物件，心想一定要给你重建一个院子。陛下，你知道我爹当年是怎么评价你的吗？他说你是个有野心的人，有你在身边，也许是祸，但你对他说你希望这个世道变一个样子，我爹信了，他坚定的相信你能办到。可他是杀害我爹娘的凶手，我不能放过他。他不是，就算你说再多遍，我爹娄王爷绝对不是那样的人。我已经说服自己放下了，为什么你还放不下？因为我身上背负的是整个娄家，我如何能够放下？我怎么能忘？朕不与你争，朕还有事，你在这里冷静一下，10日之后将会封你为皇后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陛下，娘娘让奴婢来请您去凤殿一叙。哦，娘娘特地做了几道您最爱吃的菜。哼，走。你来啦！我今日特地为你做了几道菜，过来尝尝吧，谢怀之。朕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你叫我谢怀之了。或许是因为后日就是封后大典了吧？
我有点紧张，所以想叫你过来陪我喝2杯。太医不是说过你不能喝酒吗？你不说我不说，宋太医会知道的。有好久了，我有好久没见到你这样笑了。谢怀之，你会永远对朝阳好的，对吗？我谢怀之对花神娘娘起誓，会一辈子对楼凡音和谢朝阳好。是为你点亮夜空星火。我们中间是尸海滔天的血仇。你说你已经放下，但至于我，永远都没办法摆脱。元宵在。皇后呢？娘娘昨日让我先回去了呀。娘娘失踪了吗？不好！妙法圣僧曾对我说：“有爱故生忧，有爱故生怖。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”可我始终看不破，你我2人之间，往前走一步是绝路，往后退一步是死路。这样的结局，对你我都好。你不配抱着我姐姐！阿弥陀佛，把茵茵还给我！你以为你打得过我吗？师父早就算出姐姐有此一劫难，没想到我还是来晚了。姐姐我带走了，这辈子你都别想知道她在哪儿。陛下，微臣来晚了一步。方连山在牢里交代了很多事情，包括当年谢老王爷被毒杀，是他和秦白露一手所为，跟娄家没半分关系。我错了，茵茵，我求求你，不要离开我。猜猜我是谁呀？肯定是咱们冰雪美丽、聪明大方的朝阳公主，对吧？对了，父皇，您又在看母后的寝殿了吗？这里到底有什么呀？每日都要来看一次。这里啊，有你的母亲。啊，母亲？父皇，您是不是产生幻觉啦？叫来太医来为您看看啦。真没有产生幻觉，你母亲一直都在，在风中，在空中，在这每一次的呼吸中。她在，她一直在。怀之，你可是答应我了，一生只守着我一人，